大家好，我是大伟。气虚气短这个词啊，咱们经常能听见，一般呢多见于中老年人或者呢体质较弱的一些年轻人身上会发生。那什么叫做气虚气短呢？我来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比如说，你和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啊，对方说话就给人感觉一种有气无力的感觉，那这种呢就是典型的气不足。那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啊，身上会感觉什么呢？上楼啊，比如说爬一会儿就感觉气接不上来了，又或者呢，讲话的时候啊，感觉话还没讲完，这个气啊就够不上了，必须要吸一口气再把这个话给讲完。这个呢，都是我们气不足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通过上面的描述啊，可以发现这个气啊和我们的心肺功能啊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很多朋友啊，年轻的时候啊，他是感觉不出来的，说话重气有足啊，干活啊又有劲。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咱们衰老了以后啊，慢慢的就感觉自己的气不足了。所以呢，怎么去补足我们的气，让我们的气也变得更足呢？今天啊，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以快速的打开我们的气道，提升我们的心肺功能，让你啊讲话更有劲，走路啊也不喘气。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做扩胸提气法。顾名思义，就是通过我们动作的引导，再加上吐纳的配合，去把我们的整个胸廓啊给打开。胸廓打开了，那我们里面的心肺功能啊，将会有一个更大的空间，所以呢，它们的功能啊也会得到相应的增强。好，我们来讲一下怎么去做啊。首先，我们拿小拇指啊去对着我们的整个这个胸口胸窝着啊这里这一块，那怎么去找呢？就是从上往下你去滑，会发现啊，这个往下滑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凹陷啊，一个凹陷处，我们手啊就放在这个凹陷处，大概是位于我们人体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中段啊。放在这以后呢，我们开始带动我们的肩胛骨往内去夹，手呢是往内往外去打开啊，它是一个向内的发力，慢慢往外打开啊，一点点的力量就可以了。好，我们来试一下，从侧面给大家看一下啊，来夹肩胛骨，大家你看，肩胛骨一夹，你看这个胸廓啊，自然而然就打开了。我们手啊，只要微微的往外带一点力，你会明显的感觉啊，这个胸廓有一种往外扩张的感觉啊。我们把这个动作啊先练一下，你看，夹紧肩胛骨，手往外啊，把这个动作啊先练一练。即便我们不配合呼吸，我们做上一个5到10个以后啊，你会发现啊，吸口气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好了，我们把这个动作和呼吸再配合在一起，又是更不一样的感觉啊。怎么去做呢？还是一样的，手放在这儿啊，然后呢，肩胛骨往后去夹，同时吸气，你会发现一吸气，我们整个胸廓你看就打开了，对吧？我们只要配合这个胸廓的打开，再往外啊加一点点的力啊，手你看往内。往外啊，往内往外这样去做啊，看吸，一点点的力，吐气的时候全部放松。好，再来吸气，吐气的时候全部放松。啊，侧面再看啊，吸气，吐气的时候全部放松。好，再来侧面看一下，吸气挺胸，手往内，手往外打开啊，来吸，吐，放松。好，再来吸。吐，放松。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我自己给大家演示了这几下的时候，我就会明显的感觉我的胸腔啊被打开，而且呢，就通过这个动作，你会发现啊，越做越舒畅，越做越舒畅。同时呼吸啊，就是我们的吸气、吐气会变得特别的轻松，就是这个深呼吸啊，一吸这个气啊，立马就能沉到底，然后再吐出来，也感觉特别的有劲啊！大家可以去试一下，每天我们把这个动作啊去做上一个10下到20下，每天做10下到20下就够了啊！做完以后，明显的感觉啊，这个呼吸啊，轻松了，那么这个动作啊，你做的就到位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给大家了。那么大家没有收藏的，记得把视频啊一定要收藏下来，以防以后啊找不到了。也记得帮视频下方啊点个赞，那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我是大伟，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非常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个道家非常有效果的排浊养肺法。那么这个名字一听啊，就对咱们的呼吸啊，对咱们的肺部啊，可以带来非常大的好处。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只要跟着我做完，立马就会有立竿见影，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呼吸啊会非常的顺畅啊，咱们的心胸啊会打开，非常的舒服这样的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做。首先要求啊，咱们身体要坐直啊，一定要坐直起来。坐直以后呢，咱们把这个手啊，双手交叉在咱们的胸口上啊，交叉在胸口上以后，我们要画圆啊，大家看啊，画圆。
但这个画圆呢，它一定是要贴近啊，把我们的手啊贴住咱们的胸口，往里按压啊，这个很重要，往里按压，在按住的时候去画圆啊，去画圆。你一定要感觉到在画的时候呢，你的这个皮肤啊和我们的骨骼啊是有一个轻微的分离感的啊。大家可以先把这个动作练一下啊，贴住然后去画圆啊，千万不要贴不住了，这画的圆非常大，效果啊就不理想了。咱们一定要贴住胸口啊去画啊，一定要有那种轻微的这种感觉，剥离感的感觉。好，我们这个动作练会了以后，咱们就开始来了。你看啊，首先咱们吸气，吸，它是画一个圆，所以当这个圆啊它走一个半圆到这边的时候啊，咱们的吸气就已经结束了。然后吐气的时候，哎，这半圆再滑过来啊，你看啊，看吸气做慢点，吸气，正好到这边啊，一个半圆已经画好了，吐气，再把一个半圆滑回去。好，反过来啊，我们再看吸气，吐。就是一个正时针，还有一个顺时针，还有一个逆时针啊，所以说我们是半圆吸，半圆吐，然后再反过来半圆吸，半圆吐，是不是非常简单？大家来跟我一起练习一下啊！手放进去，一定要掌握第一个细节，按压紧，按压紧了以后，好，咱们来吸气，吸气，半圆跟我一起画，好，吐气，半圆画回来，好，反向的来吸气。半圆画上来，吐气，半圆画回去。好，咱们这个啊就是算一个啊，一个正圆，一个反圆啊，顺时针、逆时针，咱们算一个。咱们每天啊去做一个5个到10个左右，不用太多，就做5个到10个，你会发现整个胸口这一块太舒服了。除了胸口这块舒服，你再感受一下你的呼吸，是不是明显啊就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再来做一次演示啊，来吸气。吐，好，反过来吸气，吐。我们从头到尾，从演示开始，也就做了3个啊，再活动一下，非常的轻松，就3个就很轻松了。好，那么咱们今天啊就教到这里啊。方法非常的好，希望大家把这个方法啊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大家一起练起来，或者你可以带你的朋友啊一起练。我是大伟，每天啊分享一个有用的养生小知识，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套非常有效果的道家呼吸法。这套呼吸功法和以往是不一样的，它可以称之为道家专门训练呼吸的一种方法，也被称之为抗阻性呼吸训练法则。那这个方法究竟有什么用处呢？它可以有效的改善咱们气虚啊、气喘、体质差这样的一个症状，同时啊，对于咱们五脏内脏的这种帮助啊，提高健康度啊是非常有效果的。那么接下来呢，大家跟着大伟一起去做，看看这个功法的效果啊究竟怎么样。首先呢，咱们要把这个手啊握拳，握拳的时候啊，尽量不要去握得太紧啊，稍微松一点，把这个拳口啊对着咱们的嘴巴啊，像这样。对准了，对准以后，深吸一口气，把这个气啊吹进咱们的拳头里啊，看大伟演示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咱们吹气的过程当中，你会感觉到有这个气阻，因为拳头把嘴巴堵住了嘛，气流不会很快的跑出去。那这个气阻呢，就是在让你的膈肌啊，就是我们的深层的膈肌去做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对抗啊，它是属于一个发力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加一个什么动作呢？加一个收腹提肛的动作啊。所以说完整的动作是我们要从侧面开始看，一只手咱们要放在小腹上，一只手握拳放在嘴巴里，然后吸一口气，吸气，然后吐。吐气的时候，咱们的小腹呀要往里面紧紧的内收啊，就是小腹要往里面收紧。这只手呢，就是属于一个发力，就是帮助它收紧的这么样一个暗示啊。我们来试一下，小腹收紧啊。然后这个动作做起来是非常费劲的。刚开始如果说你做的不费劲啊，小腹上面没有这种酸胀感，或者说你的小腹上没有任何的感觉，那么就证明你这个动作做的是不到位的。我们做这个动作啊，一定要把这个小腹给收紧，这个是核心的关键。我们再来演示一次啊，握拳啊放在嘴上，
然后一只手放到腹部，吸一口气，吐气。吐气的时候注意看小腹啊，一定要稳。你看，这是肚子顶起来了，看肚子要往里面收，知道吧？啊，吐，好，收紧。当你的气息快吐没有的时候，你的小腹应该有一种前面和后面紧紧贴在一起的感觉，同时收我们的这个盆底肌以及提我们的提肛啊，这些细节掌握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内脏，包括我们整个核心以及咱们的这种气喘的问题通通解决掉。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刚开始新手练的时候会非常的累因为找不到这种感觉，不要着急，我们慢慢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高血压或者说你这个做的时候做了一半感觉头晕了，那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慢慢来练习。这个拳头这个大小是控制咱们的气阻的，我这个拳头孔越大，我吹起来的就越容易。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拳头孔越小我吹起来就越费劲。所以说拳头孔的大小是去调节咱们的一个吐气量根据自己的一个状态去调节就好了。我们每天把这个动作练一个3次到5次，不用做多早上可以练一遍，晚上可以练一遍。对于我们的内脏，对于我们气虚气喘这些体质虚弱这些方面的调整是有明显的改善那今天的视频呢，大伟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养生的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肺部有痰是一个非常难受的现象。这种人群呢，一般多见于长期抽烟或者是这个体态就是长期处于一个不端正的情况嗓子咽炎，对吧？这个慢性支气管炎都会导致这个肺部它没有办法去清理出一些杂质出来。其实咱们的痰就是咱们要去清理出来的杂质，如果一直留在咱们的一个肺部呢，就会导致这个呼吸非常难受，有如一个东西咽就是卡在这，你咳也咳不出来，你想把它咽下去吧，咽不下去这种感觉真的太难受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方法，就是咱们通过震荡的原理去把这个肺液里面的这个痰往我们中间去赶，然后呢就把它排出来这个方法呢其实非常的好，而且长期去做的话，可以有利于咱们这个肺部的一个健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怎么做。其实这个方法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手抬起来它的这个体式很重要你其实这个方法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用这个手咱们以这种形状去拍就可以了。但是你这样去拍没有什么用，为什么呢？你这样去拍，它这个震荡它只是震，它不能把它去往中间去赶。咱们的这个肺大家都知道，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不对？咱们把痰往中间去赶，从肺液里面赶出来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气管把它咳出来那我们首先这个姿势很重要，咱们抱头然后这个腰微微的你看腰微微往一侧偏一点偏一点，然后把我们的腋下这一块露出来，然后大家看我这个手就1、2、3、4，看拍，往上拍。拍的时候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呼吸比如说我拍的时候，往上拍的时候我就吐气然后呢看拍吐，然后吸一口气，吸气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在下面拍，吐气的时候往上走，吐，然后吸气的时候继续拍，吐气的时候往上走我们每天大概就是说单边可以拍一个300下到500下，然后右侧一样的，这个300下到500下很快的，其实就2-3分钟的时间就拍完了最多4分钟然后再来拍，吸气吐，再来吸吐。这里注意一点，为什么吐气的时候，你看我吐气的时候为什么要撅嘴因为在撅嘴的时候，你才能让你的这个气压更好的让你的膈肌上升。膈肌上升，我们讲的手法松懈膈肌，膈肌上升，把你的这个肺里面的气压往上顶出来。所以你看，你这样吐和这样吐，吹气球的吐是不一样的。我吹气球的吐法撅嘴的吐法是可以把我的气体全部吐出来，再吸入新鲜的空气，再吐出来。这样的话，再配合我们手法往上拍，就可以把痰慢慢的排出来我们继续
吐，吸，吐。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吐的气很长啊？我一定要把这个肺里面的气啊慢慢吐上来。所以这个方法它其实是练了2种，一种是吐气，吐气的时候啊，它激活你的这个生能肌肉，就是膈肌，咱们的膈肌啊。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拍的，把这个痰啊往我们这边赶的时候，再通过吐气啊，用气体啊，再把它能不能带出来一些。然后慢慢的我们做，然后这个肺部啊可能就开始痒了，就开始有这个痰啊。就原来可能这个痰值比较难受，拍，哎，这个痰可能就开始往上涌了啊，然后咳，哎，痰也咳出来了，哎，那种感觉可能也随着你拍，那种异样感，虽然没痰没咳嗽，但是它没有了啊，这都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有一点要注意啊，如果你的这个心脏啊装过这个起搏器啊，这个心脏功能呢就是不太好，那不要做这个动作啊，这个动作只针对于这个心脏功能完好的是可以做的。那么我是大伟，那希望大家今天这个视频啊，可以帮助到大家啊，解决这个肺部的一些问题，有痰的问题，大家常去做。那这样做呢，除了改善肺部啊，其实对于我们身体健康也是非常好的。在养生当中，我也是经常建议大家啊，多拍这，因为为什么呢？这里是我们的极泉穴啊，下面有我们的神经啊血管，这样拍的话，其实对我们的手的供血也非常好。所以大家会发现我的视频里面很多内容是相通的。为什么相通？因为它们的核心其实都差不多。你理解了这个核心，其实很多方法就是通过这个核心慢慢演变出来的。好，那我们掌握了这个核心啊，其实捅破了就是一层纸嘛。掌握了这个核心，就有很多方法能帮助我们的身体。我是大伟，让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2个穴位啊，可以有效的去改善咱们咳嗽、气喘啊、支气管上面的一系列问题啊。这2个穴位呢是台湾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中医发布出来的啊，我感觉效果非常的好。那我给大家分享一下，那是哪2个穴位呢？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太渊穴，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尺泽穴。这2个穴位你把它搭配起来去按摩。那如果说你的嗓子或者有咳嗽有一些不舒服的症状也不需要去辩证辩证这种症状是属于热性的还是寒性的，那都可以起到非常好的效果。哎，我就喜欢这个简单高效直接，所以我就感觉很有效果，就给大家分享了。那么怎么去找这2个穴位呢？首先我们先说一下太渊穴。太渊穴就是咱们这个把这个大拇指给它顶起来顶起来以后，你看这边不是跳出一根筋吗？那咱们筋的这个内侧这个位置就是咱们的一个太渊穴，大约位置在这儿你看，大家看一下换只手也是，你看大拇指一翘，对吧？这边是一根筋，我们太渊穴呢就在这个筋的内侧在这儿，在这个位置，那我们拿出来的话，就是在这个平齐着我们的掌横纹这边顶进去一个凹陷，就这个位置。好，咱们找到这个太渊穴以后按进去以后给它轻轻的揉动，因为下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小动脉，所以大家揉的时候呢尽量是轻揉不建议重手法揉动。如果说你们感觉这个咳嗽经常不好，还是我教的一个方法，你在这儿给它贴一个小黄豆，拿个那个小医用胶带会贴一下如果说感觉医用胶带不透气的话，你就买那个网上的那个绩效贴那种是透气的，是一种纤维性质的，粘上去也不过敏给它贴上去这样的话你手在活动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很好的刺激穴位。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呢，就是网上有一种叫做王不留行针那种呢也是一个中医的这个耳贴，你给它贴这儿也能很好的去改善。那我们日常如果说突然的这个咳嗽难受胸有点闷都可以去在这里找穴位给大家去刺激，能有很好的改善。我们一般就50到100下正常去揉。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尺泽穴，尺泽穴这个位置呢就更好找了就咱们这个手微微弯曲对吧？微弯曲你会摸到这儿，你看微弯曲以后你就这样拨，它有一个肌腱是硬的这有一个肌腱是硬的，咱们围绕着这个肘上的这个横纹这个硬的这个肌腱这个凹陷处，你看这儿一个肌腱是硬的这边就是咱们的尺泽穴尺泽穴，我们给它按进去以后还是按揉拨动按揉深入进去按揉，这里你可以稍微用点力没关系
啊，咱们还是50下到100下给它按揉，或者说你要如果当时是救急的话，那你可能可以做200下到300下啊。如果是日常预防的话，咱们就50下到100下给它按揉啊。这2个穴位呢，把它搭配起来做，立刻能去见到一定的效果啊，去改善这个嗓子和这块不舒服。那这里呢，我再教大家一个方法，是我自己用的亲测的非常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疏胸理气法，就咱们这个胸骨咱们把它往下来回拨。我穿这个衣服不好拨，大家自己去做，胸挺起来来回拨。你去拨一个300下左右，你如果说经常抽烟的人，他这个痰就开始咳了，就开始咳出来，开始排痰如果日常平常有些慢性支气管炎，经常容易咳嗽，你这样去做，慢慢的你的这个感觉就没有了。你因为它这里呢可以刺激到咱们哪里呢？刺激到咱们的整个免疫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反射区。你在做的时候也能去刺激到咱们的一个肺，因为肺就在这两侧嘛所以这个方法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方法，300到500下。我希望今天分享的方法呢，可以帮助到大家这个方法都是非常实用的，大家可以收藏起来，也可以分享给你们有需要的一些家人朋友。好，那我是 David，大家关注我点赞评论谢谢大家。